样在高手眼里，这种出杆发力一看就知道是新手。为什么高手的发力看起来会那么舒服，有种莫名的爽感？接下来1分钟教会你职业选手的发力技巧。我们手臂有3段部位能产生速度：大臂的上下、小臂的前后，以及手腕的前后。如果这3个部位衔接的不好，球杆的速度不会叠加，反而会抵消。最常见的出杆是小臂向前摆动时，大臂跟着向前。这会让小臂失去了发力的支点，就会感觉出杆没速度了。同时，球杆尾部压低，杆头就会上翘，力量的方向也会变得向上挑，而不是水平朝前。如果在小臂朝前摆动的同时，由大臂先带动手肘支点向上，它就会极大的给小臂提供充足的支撑，而向上提的这一小段速度也会被小臂衔接过来，变成朝前的速度。此时你会感觉到球杆变重了一样。如果在回杆时能将手指打开，手腕向后翻，那么在球杆快要接触到母球前，手腕顺着小臂的力量向前翻转，你就会瞬间感受到这次的出杆发力既轻松又扎实，球杆整体也是水平朝前的，获得前所未有的穿透力。实战应用，太硬了，穿透，使劲啊！快点，太硬了，这个能钻进去，给你200，你多加20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。下课。样在台球中最常见的6条走位线路。线路1，白球在这个角度，推杆一库是最常用的走位线路，一般击打在中心点附近区域，只要力量小，白球就能直直的弹一库上来，叫到黑球。线路2，想要让白球走出中杆一库的线路，实际的击打点位要从中间向下一点，来抵消这段摩擦力，才能顺利走到黑球的位置。线路3，目标球角度向左，黑球在右侧，推杆的走位线路会比较靠左侧。此时就需要稍微发点力，击打白球中低点位，白球就会按照这条线路2库叫到黑球。线路4，目标球打中带，黑球在右侧，就需要用到这条走位线路，白球会吃3库后到达这块区域。线路5，遇到这样的球形，推杆的线路被阻挡了，此时可以用低杆横抬的线路来校位黑球。线路6，这个球形想要走位黑球，直接推杆会容易碰到障碍球，需要用到一个高级的杆法，中低杆右塞吃3库走位，这个杆法会比较难，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才能做到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。下课。高手在打球时，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可以想让白球去哪就去哪，而你却是白球爱去哪就去哪？尽管你现在只能打进一些简单的球，但你一定要有走位的意识。举个例子，这个球很简单，如果没有走位意识，只想着打进它，白球就会往前滚一点，停在了这里，结果没法去打黑球，只剩下一个蒙圈的你。如果时间倒流，你有一点点走位的意识的话，打之前把手架放低一点点，还是一样的力度打出去，白球就会退回到这里，这样黑球是不是简单了很多呢？想要成为高手，就要做跟高手一样的事情。每次击球前都要先想好白球要停哪里，而白球的位置取决于3个因素：角度、力度、击球点，其中任意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，白球停的位置就会随之改变。往往有些靓仔打球有些水平，当手感来了就没有严格的去思考白球的位置，结果越走越差，失误率不断的增加。想成为真正的高手，必须每一杆都要思考角度、力度、击球点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提升走位的精准度。接下来我们深度剖析一下这3个因素分别对白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。白球的击球点有无数个，击球点位大致分为3个高度：纯高杆、中杆、纯低杆。在训练白球走位线路时，需要先固定其中2个因素：角度和力度，分别训练这3个点位的白球线路。击打中杆会定在原地，直线球击打纯高杆会笔直向前，击打纯低杆会笔直向后。白球向左挪动一点点，形成了一个大约为10度的角度。击打高杆，白球会向斜前方；击打中杆会沿着进球线路90度的方向横移；击打低杆，白球会向斜后方。好，
继续向左挪动一点点，形成一个大概15度的角度。击打高杆，白球向斜前方的角度会变大。中杆同样是沿着90度的方向横移，但距离跑得更远了。击打低杆，白球向斜后方的角度也会变大。看完这些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些规律了。来测验一下，这个球形角度大约为20度，白球现在想停在这个位置，我该用什么杆法呢？暂停5秒，思考一下。没错，就是打在纯低杆的点位上，白球会向右后方撞击到库边，再向上走，掉到黑球的位置。那么这个球形呢，有2种解决方案。第一种杆法是用中杆沿着90度的方向经过库边反弹后到达这里。第二种用中高杆经过反弹后钻过黑球的缝隙到这里。接下来的3颗球大家都思考一下，每一杆走到目标位置都需要用什么杆法和力量，一定要认真思考。对待台球，我们始终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，无论这一杆是简单还是困难，打之前都要先想好要停的位置，预备好力量和击球点位，这样才能不断的提高走位的精准度。好了，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，关注老王带你学习更多台球技巧。下课。打球时间长的兄弟啊，应该都知道，强烈高杆要远比低杆要难打，用处有很多。比如这杆需要跑长途3库进行较位黑球，如果你不会这个技巧啊，很有可能就会输掉这局了。而新手以为的高杆，其实只要力量轻都会往前滚，但是强烈的高杆是具有很强的前旋转，这就需要击球的点位足够高，出杆的速度足够快。新手打高杆时，以为手架架得很高就可以让高杆变得强烈，可结果却不是。还有些人在打高杆时会把杆头刻意的拿高，原本杆头碰到母球的瞬间，本身就会给杆头一个向上的力，如果你再把杆头向上拿起，这个力量就会被卸掉了，无法形成强烈的旋转。正确的是应该能让杆头持续压着母球向前，这样就能将向上的力转变成向前的旋转力，高杆效果瞬间变强烈。平常练习的时候需要记住这几点：将手架支点架到与击球点一样的高度，略微放低后手，使球杆完全与球桌平行。在出杆时，记住一定要将大臂向上提一小段后，小臂再开始加速，这样出杆才能足够平顺的把击球点位给它打扎实了。在打母球之前呢，一定要先进行空杆训练，找好球杆穿透出去的最终位置，就是这里。每次出杆要感受一种杆头向下点的感觉，每5次空杆练习就可以打1次白球了。反复训练后，你的高杆就一定会变得非常强烈。下课。5种不可思议的杆法。1. 库边低杆。原理：击打库边方向，库边产生凹陷，使白球能逃出来。低杆旋转是为了在这里产生弧线，打进黑球。2. 无解球绝杀。这杆球的原理也是同样击打库边方向，让白球逃出来，抬高杆尾，减少白球前进的力量。低杆点位能让白球再次减速，而左塞的旋转是为了在这里拐弯打进黑球。3. 跳球横移塞。这杆球的原理是通过抬高杆尾打右塞低杆，可以在撞击后跳起，当白球落回台面时，旋转和摩擦力发生了作用，使白球横着走到了黑球的位置。4. 绝处逢生。这杆球的原理是发力击打，让白球逃出来后撞到第2库的这个地方。打左塞是为了改变第2库反弹的角度，白球在这里产生小弧线拐进来，将黑球打进。5. 极限斯登反塞球。最后这杆的原理是抬高手架发力击打，让白球撞击目标球后起跳，弹得更远。高杆则是为了让白球在这里产生向前的弧线撞库，右塞是为了在撞库后加速去撞第2库，从而有力量走到黑球的位置。学会的话记得让着我点哈。真屌！下课。当你精准打进一颗关键球时，那种感觉直接爽到了脚趾头。不过大多数人遇到这种球往往会心生恐惧，进球率非常低。这节课教大家5种方式来轻松应对关键球所需要的准度。第1种，后程加速法。大多数人的后手由于没有经过职业的训练，往往稳定性比较差，所以很容易在关键球的时候发力变虚。而后程加速法就很好的解决了这点。在准备出杆时，放松小臂，先对球杆方向进行引导一小段，再开始加速送出去。在引导的这段过程当中，要始终用余光感知这根球杆顺着视线焦点的方向进行引导。引导完成后，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锁定了球杆的方向，这时无论你如何加速都不太会偏离这个方向了，力量也会特别扎实。第2种，试击法。在运杆时就带着准备好的力量去运杆，感觉白球就像消失了，在脑海中感受球杆延伸出去的方向，不断感知手臂肌肉动作的先后顺序，每一次朝前运杆就仿佛已经完成了一次出杆，这就叫做
试击，从多次试击的感觉中找到最好的那一次。杆头稍稍在白球前停顿一下，利用刚才试击对动作的残留记忆，非常本能的把球杆拉回送出。这个方法很多职业选手都在用。第3种，摁杆头法。关键球出杆，由于心里害怕，特别容易有轻微的左右偏移，所以在出杆前需要给下意识注入杆头向下摁的念头，想着杆头朝着进球点位下方出杆，就能很容易将杆头从原来的左右波动限制在纵轴的上下波动。然而上下波动却不会影响白球的方向，出杆的力量反而更加扎实了。第4种，拉短送长法。还有一些手架不是特别舒服的情况下，长距离回杆容易后手不稳，此时就需要缩短回杆距离，但是缩短回杆就意味着力量容易变小变虚，所以在出杆时就要尽可能的延长出杆来获得加速的穿透力。对于需要精准控制白球位置的球型也非常好用。第5种，这个黑球非常难打，你只需要趴下去大力打一杆，蒙死他！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下课。